今天开始，我们来讲一本2023年10月出版的新书，书名叫《智能简史》，副标题是进化、人工智能和造就我们大脑的5大突破。其实这本书我早就想讲，但是它稍微有点难度，所以我们特意等专栏开了2个月，咱们的头脑磨得有点锋利了再讲。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。我看推特上有人说，这是大模型时代最能指引 AI 研究方向的一本书。在我看来，这本书至少可以跟我们上一季讲过的史蒂芬·沃尔夫勒姆的《这就是 ChatGPT》媲美。沃尔夫勒姆是从数学角度讲智能是怎么回事，这本书则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去讲。我看了一些书评，有人把此书跟赫拉利的《人类简史》和萨波斯基的行为相提并论，甚至有人说这是神经科学的范式转移。这本书这么厉害，它的作者麦克斯·班尼特却是个很年轻的人，而且他不是科学家，他是个 AI 领域的创业者和研究者。这是班尼特的第1本书，但可谓是精彩绝艳。这本书不但内容新颖，思想高级，而且写法也漂亮，一看就知道作者是个聪明人。班尼特的主业是创办了一家叫 Bluecore 的公司，用机器学习预测消费者会购买什么，专门为大公司服务。他在工作中反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 AI 能做好比如说像下围棋那么厉害的事儿，却做不好像洗碗这么简单的事儿呢？班尼特想要做出真正的智能机器人来，他需要了解人的智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以及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到底还差在哪儿。可是市面上没有现成的答案。他之所以写这本书，是因为他想读这本书。班尼特做了大量的综合调研，向各路专家请教，自己做了一些研究，甚至还发表了几篇神经科学方面的论文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猜测。然后他就有了一个很大的野心，那就是建立一个描述大脑的新框架。以前有个著名的框架叫3重脑假说，是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神经科学家保罗·麦克莱恩提出的，至今还在被很多流行科普读物引用。这个框架认为，人脑是由从里到外3层组成的，一个是爬行动物脑，有的书叫蜥蜴脑，负责最基本的生存本能；一个是边缘系统，有的书叫哺乳动物脑，负责情绪；最外一层是新皮质，有的书叫理性脑，提供语言和抽象思维能力。3重脑这个说法很有吸引力，但它是错的，现在早就被科学家抛弃了。现实是，爬行动物并不是只有爬行脑，它们也有自己的边缘系统。这几个系统并不是层次分明的，很多功能是跨越不同的网络的，而且大脑的进化也不是分3层一层一层出，等等等等。真实大脑的复杂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不用说别的，在大脑中1立方毫米的区域中，就有超过10亿个神经元连接，其中每个神经元的宽度只有不到30微米，你连看都看不清楚。想要理解这么复杂的东西，我们就必须借助某种简化的模型，但这个模型必须能代表当前科学理解。班尼特提出的模型叫做5次突破，它是2条线并进的。一方面，大脑在进化史上是经过了5次重大突破之后才形成今天这个样子的。我们如果直接看现在的这个大脑，就不容易看懂，但是我们从以前简单的那个大脑开始，逐步升级，就容易理解了。而另一方面，大脑每次突破带来的新功能又都可以跟 AI 研究相对照，看看现在 AI 是怎么实现的这个功能，我们就容易理解当初大脑是怎么有的这个功能。而如果大脑有一个功能，我们也可以期待 AI 也可以有那个功能。脑神经科学和 AI 科学正在互相促进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人类大脑跟其他动物的大脑具有高度的相似性。从解剖学上看，我们的大脑跟黑猩猩的除了大小不同几乎没什么区别，我们跟老鼠的大脑只有微小的区别，我们还跟鱼类的大脑有相同的结构等等。这样说来，似乎进化找到了实现智能的最优解。那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个最优解，不就知道怎么做 AI 了吗？当然，你可以说飞机的飞行方式跟鸟儿的飞行方式就是很不一样啊。没错，也许 AI 实现高级智能的方式跟我们的大脑很不一样，毕竟硅基和碳基也不一样。但是如果没有鸟，就不会有人相信比空气重的东西能飞上天。鸟儿能帮我们想象飞机。班尼特这个学说可以称为计算机科学家的进化神经科学。作为整个系列的第1讲，咱们先说那些没有大脑的原始生命。没有大脑不等于没有智能，这些智能会让你心生感慨。
王立明老师有句话说，进化论是地球上唯一的成功学，我很赞同。我们这里就抛开所有生物学细节不谈，专门从成功学角度讲讲各种生物的斗法。在距今大约40亿年前，原本没有生命的地球上，机缘巧合之下，在某个可能是海洋深处的火山口附近，有一些大分子聚集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比较长的分子链，这就是 DNA。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，复杂的东西都比较容易损坏，但是这个 DNA 有个长存的办法，它能自我复制。我没了，可我的复制体还在，这不就等于我一直活着吗？这大概就是生命的第一个智慧。不过那个 DNA 要想被证实成为生命，还需要2次突破。一次是它得到了一层脂质气泡，把它给包起来，相当于提供了保护，这就是细胞的雏形。另一次是细胞中有了蛋白质，蛋白质具有高度的灵活性，就好像一个个小的机器马达一样，不仅能让细胞运动起来，还提供了一定感知的能力。这种古老的细胞不仅有 DNA 负责存储可复制信息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监测和应对外部世界。那么根据某种定义，这就是生命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单核细胞，它已经能够自动寻找有利于复制的环境，比如感觉周围温度不对了，就会换个地方。你说多了不起？科学家相信，现今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有个共同的祖先，就是这样一个早期单核细胞，我们称之为最后共同祖先。它的英文缩写是 LUCA， 一般直接读作卢卡。没人知道卢卡具体长什么样，没有找到化石。我们推测它生活在大约35亿年前，是个由 DNA、蛋白质、脂类和碳水化合物组成的单个细胞。卢卡活得很不容易， DNA 得不断的修复，蛋白质得不断的补充，而且要自我复制，还得攒够零部件。它必须整天都为能量去奔忙。它的能量来自于氢气，可是氢的能量效率非常低。就这样过了10亿年，卢卡的某个后代突变成了蓝菌，也叫蓝绿菌。蓝菌解决了高效获取能量的问题，因为它会光合作用。光合作用把阳光和二氧化碳变成糖，糖是高密度的能量块，可以存储起来慢慢用。光合作用有个副产品，也可以说是生成的垃圾，那就是氧气。正是因为蓝菌的出现，才让地球有了大量的氧气。在差不多1亿年的时间里，蓝菌制造了如此之多的氧气，以至于它们自己都受不了了。这是因为氧气很容易让组成细胞的物质氧化，从而加速衰老。大约24亿年前的那次大增氧事件被科学家称为氧气大屠杀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些细胞突然进化出了有氧呼吸，能把氧气和糖转化为能量，把二氧化碳作为废气。你看，这样一来，有氧呼吸和光合作用就形成了互补，一个减少氧气增加二氧化碳，一个产生氧气消灭二氧化碳，它们达成平衡，地球的大气成分才能稳定，生命才能长存。一直到今天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也是分成2大阵营，一部分搞光合作用，一部分搞有氧呼吸。这一切似乎都很完美，但是竞争的格局可是大大的改变了。光合作用的生物之间基本没啥竞争，大家只是想去有阳光的地方而已，有时候也许挤一挤，但都是和平的关系。有氧呼吸的生物可就不一样了，有氧呼吸需要氧气和糖，氧气倒是好办，可是糖从哪来呢？糖只能来自其他生物。说白了，你要有氧呼吸就得吃掉别的生物。你觉得残酷吧？这就是大自然。正所谓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这里跟道德无关，必须如此才能维持生态平衡。而无休无止的争斗就从这里开始。此后各种各样的智能涌现，包括生物多样性的演化，大都因为吃鱼被吃。有氧呼吸的生命可能因为要吃，渐渐演化出一种特别大的细胞，叫做真核生物。它的体积扩大了100多倍，可以直接吞噬小细胞生命。真核生物是当今地球上所有的植物、真菌和动物的共同祖先，它们都演化成了多细胞生物。整个进化树的样子有一张图，我放到了文稿里，你可以去看看。我给你描述一下，这张图里，其中植物又回归了用光合作用获取能量的和平生活方式，咱们不必多关注。而真菌和动物则继续有氧呼吸，必须解决吃的问题。先说真菌，简单说就是各种蘑菇，它吃的是腐烂的生物身体。
比如蘑菇长在腐朽的木头上面，枯树叶中还有动物的尸体附近，它们会生出菌丝来接触食物，直接在体外消化。这种吃法很慢，不用着急，所以真菌也是一种和平的物种，不需要太高的智能。可是动物可就不一样了，动物是在体内消化，必须吃新鲜的，这意味着它需要直接吃掉其他生物，而且还必须得吃得快。换句话说，你需要捕猎，哪怕是吃草，也得会找到草才行。哪怕是像珊瑚虫那样守株待兔，也得一旦监测到食物就马上反应，赶紧把食物抓住吃掉才行。所有的吃法都要求你有个装食物的地方，有捕猎的动作，还得有判断力。而这就构成了所有动物必备的3个东西：装食物的地方是肺，会做动作的是肌肉，形成判断的是神经元。这就终于引出了神经元，一切高级智能都得靠它。原始生命那些单核细胞也有一定的智能，但实现这个智能的是化学基联合蛋白质网络，难以规模化。高级智能必须用神经元，所有动物都有神经元，神经元是多种多样的，有各种大小和形状，但它们的工作方式完全一样。我们大约从100年前，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，才慢慢认识了神经元。这里有好几个诺贝尔奖，简单说，我们现在知道以下这些事儿。比如神经元传递的信号是电而不是化学，所以传得很快。再比如神经信号的传播是单向的，神经信号的强度都一样，是神经信号的频率表达了事件的力度大小。比如你需要搬运的东西越重，信号频率就越快，而不是越强。频率会对环境做出适应，这使得我们用一个有限的编码系统就可以编码各种尺度的东西。神经元还分为兴奋性和抑制性2种，等等等等。自从进化发明了神经元这种东西，它的工作方式就再也没变过。此后的演化只是神经元的连接情况不同而已。可见神经元这个东西非常好使。人说最早的动物可能就是珊瑚虫，就像文稿里的图画的一样，它基本上只是一个带有神经元和肌肉的胃。一旦有小生物游到附近，珊瑚虫的触手就会立即收缩，把猎物拉入胃里消化。就这么简单，但是这里有一系列的神经信号传递和肌肉的放松和收缩。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智能，但这里还没有的是大脑。咱们下一讲再说。